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继续在如何如理如法了解所谓真正的依止法这个主题来做一个探讨。那首先我们要先自省我们自己弟子，我们是不是一个具德的法器啊？在教典里有讲，弟子要先断弃三过。断弃三过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断除这三种的过失。这个弃呢，就是指器皿。我们讲说一个杯子好了啊。第一，我们不能做一个负器，就是杯子口朝下的啊。杯子正常是口朝上嘛，这是一个负器。第二呢，不可以做一个污器。第三，不可以做一个漏气。首先，我们要先自我检视，我们有没有这三种的过失啊？第二种可能我刚刚提的污气。什么是污呢？是有一些偏见啊，有自己执着的想法在里面，而来学习跟师父的时候，就常常会有一种自我的见解高过于师父给我们的教育啊，因为我产生了一些邪见，这是不好的。或是你对这个师父呢是有一种发难的心，来好像试探吧，就觉得说来看看这个师父是不是真的很有道行啊？这种问难式的这种心态，不正确的心态来去学习，这也是不对的。那第三个呢，就是纵使你安立好很好的心，你很谦虚，但是你的杯子是底下是破洞的啊，就是常常听闻佛法，有些人呢会昏沉啊，或者听过了，我怎么感觉刚才师父在讲什么，我好像都没有什么印象了。那是表示什么？自己的心在当下不够专注啊，所以佛陀就说啊，常常在经典都会讲，谛听，善思念之。这个谛听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耳朵睁大一点，好好听清楚一点。善思念之，第一个谛听是听的法已经进去，第二个谛听是什么？真正开始在这个法理上面去琢磨。善思念之就是好好的思维，最后呢，把这个教理啊，佛法的这个种种的给我们的教育，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的身心相续上啊，这是非常的重要。除了这个断弃三过呢，我自己呢，我加了多一个，第四个叫做满器啊，或者是白话叫满杯，就是这个杯子啊，里面已经很多水了，已经注不下去更多了。其实也可以跟这个污气有一点像吧，哈。那这个满器呢，让我想起一个苏东坡和佛印禅师的这个小故事，这个典故，我在这里也提了一下。这个苏东坡呢，是在那个北宋时期啊，很大的一个就是大士夫吧，就是大学士啊，他们叫大学士，就是很有文学涵养的一个人。那他那时候被贬官嘛，贬到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在一个瓜州，听说在那边做个小官。在他那个地方呢，附近有一江之隔的一个寺院叫金山寺。这个金山寺里面呢，有一位佛印禅师，和这个苏东坡呢私交很好，常常呢就跟他泡茶论道啊，
就是跟这个禅师呢在比这个对佛法的这个精通跟了解跟义理等等啊。所以一段时间之后呢，苏东坡啊，他觉得说，我参禅念经，任何什么什么，我觉得我好像小有心得。他有一天啊，心血来潮，写了4句啊，他叫诗吧，他很满意的诗。他那一个诗叫做“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哇，他看了看他自己写的这个作品，觉得哇，真的是绝世之作，怎么能够写到这么好的这种诗句，这么有禅意？所以他迫不及待的想要给这个佛印禅师看一看啊。你知道这个稽首天中天嘛，毫光照大千，他的意思就感觉自己好像很有修了，八风都吹不动，自己端坐在那个紫金莲一样，不会有任何可以动摇得了他啊。所以他呢，让他的这个书童把他写的这个诗句呢，让他过了江，送到金山寺给佛印禅师阅目啊。那佛印禅师呢，也认真的看，点了点，想了想，他就在他旁边写了个眉批，他写了4个字啊。结果啊，他的书童又把这个回函呢，包括他的诗句，又送回来给苏东坡。苏东坡想，哎，可能这个禅师一定非常的夸耀我，他一定会觉得说，哇，我这个修持定功各方面已经到达了一个境界，才能够写出这么好的一个这个诗词啊。结果没想到他一打开，他看到那个佛印禅师写的眉批在他那个诗旁边，还写的字歪歪的，不是很工整。他写什么你知道吗？放屁放屁4个字，重复。哇，这苏东坡呢，他虽然是一个大学士，很有修养的一个文人雅士，看到这里他也已经没有办法忍受了。哇，他就跟他的书童说：“走，跟着我一起，我要过江去找这个佛印禅师呢，好好呢来跟他理论一下。”那他们就是马上就渡江过去。结果苏东坡啊，在这个江边呢，远远的就看到这个佛印禅师何时的迎接他啊。这个他就还想，哎，原来你已经在这里，他就气冲冲的就跑过去跟他做理论。他说：“禅师啊，你怎么可以骂人呢？”然后佛印禅师很淡然的说：“什么？我有吗？”然后苏东坡就跟他说，他就把那个字条啊，就是他写的诗句，就推到那个佛印禅师的面前，你自己看清楚你写的什么。然后佛印禅师就哈哈大笑起来，他说：“你不是说你八风吹不动吗？怎么就一屁就打过江了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典故，是出自于这个苏东坡和佛印禅师。那所以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八风，我们知道世间八法，这个八法跟八风就是一样的意思。这个八风是指哪个八风呢？是4个顺的风和4个逆的风啊。这个叫做嗔、欲、利、乐，是4个顺的风。那另外4个逆风呢，就是积、毁、衰、苦啊。嗔呢，就是我们当有人称赞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心里很高兴，非常的沾沾自喜啊，喜不自禁。那第2个风是积，就是当有人呢
当面责骂我们的时候，说我们的不是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受羞辱，就会觉得心里很不舒服。那第三个风就是毁，有些人呢会喜欢在背后说人家坏话啊。你听到人家在背后说你坏话的时候，你总会忍不住想要怎么样去报复他，对不对？因为有人诽谤你嘛。那再来第四个风是誉，就是称誉、荣誉。当有人在褒扬我们、褒奖我们的时候啊，就觉得很荣耀啊，这种就感觉很心里飘飘然这样子。那第五个风是什么呢？就是利。当我们在一切世间所做的很成功、很顺，什么都很圆满的时候啊，我们就感到很满足、很快乐。那第六个风就是什么？衰啊，这个衰就是说，当我们所做的时候，很多都不顺，很多困难挫折，就是常常会说，我怎么那么衰啊？碰到很多事情都很不顺，那就会让我们觉得很沮丧啊。那是第六个风。那第七个呢，就是苦啊，那就是很多的烦恼逼迫啊，让我们就会觉得很不快乐，很痛苦。那热呢，就是当我们身心感到非常很适意，都满我们的意的时候，那我们就想，这是我们人生最快乐的这个情况。所以就是称讥、毁誉、利、衰、苦、乐，合而称为八风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不应该被八风所染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今天也以这个小故事来和各位做一个分享和勉励，希望我们各位不要做一个负气，也不要做一个污气，也更不要做一个漏气啊，也不要做一个满气。希望呢，我们是一个非常空啊，里面干净，口朝上能够装师父的任何的法语和法水，来启迪滋润我们的身心，让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让我们的未来更加光明。那今天谢谢各位，那也祝福大家60吉祥，阿弥陀佛。